I'm flying high like a bird, but my fluttering wings keep you from pulling me down. Your mama says I'm a fool, and yeah, maybe that's. 宝贝儿，别闹，你姐还在屋里坐着呢。姐夫，你管那个死肥婆干什么？她就是个瞎子，又看不见。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哎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我们彻底得到了顾氏集团，有的是机会。现在还不能露出破绽。他们父女俩还真是命大。当年那场车祸，因为一个昏迷，一个眼瞎，竟然都没死。要不是我给顾成凯那个老东西换了药，谁知道他还要躺多久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偏要说，我是养女怎么了？他凭什么让那个死胖子掌管集团？现在顾成凯这个老东西已经死了，只要我们再把那个死肥婆给杀了，顾氏集团就是我们的。现在还不能杀，他父亲刚过世，现在如果他出事情，我们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。向正乾，你别忘了他们当年是怎么对你的，外面都在传你就是顾家的一条狗。当年的车祸也是你在车上做了手脚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老婆，别难过了，爸都已经走了，毕竟爸也不希望看见你现在这个伤心难过的样子，不是吗？而且，毕竟现在还有我和诗月陪着你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姐，爸走了我也很难过，但是人死了不能复生，你还是要好好保重你的身体。老公，诗月，真的辛苦你们了，又要照顾公司，还要抽出精力来照顾我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你放心，你就好好养好身体。公司呢，我和诗月会帮你打理好公司的。我会的，毕竟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姐，真是恭喜你，要当妈妈。我和程杰还有一点事情要说，你在屋里休息。你连他这种胖得像猪一样的人都下得去手，还让她怀孕了。向程杰，我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。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会被他怀疑的。不过我对天发誓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是吗？姐夫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要你现在就证明给我看。他还在屋里呢，你不怕被他发现了？你怕他一个死瞎子干什么？这样才更刺激，不是吗？老公，诗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死肥婆，早不出来，晚不出来，偏偏这时候出来。老婆，我跟诗月探讨一下公司的事情。
是不是声音太大吵到你了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，公司的事情只能麻烦你们俩。老公，诗月年纪还小，你得替我多照顾她。姐，你放心吧，姐夫对我可好。对了，姐，你是不是在屋里待了一天了？在房间里蹲这么久，对你和宝宝都不好。我带你去外面走走。那就麻烦诗月了。姐夫，姐哭了这么久，肯定很累了，你去帮她拿点水吧。姐，我们就在走廊上走走，用不到导盲杖。走，我扶你去走走。诗月，我们快到1楼了吗？还远着呢，姐，你就放心走，我会扶着你。只要你再往前一步，顾氏集团就是我们的。死飞婆，带着你的野种去死吧！带着你的野种去死吧！老婆，活动的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本来就哭得够久了，又怀着孕，正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。我送你回去休息。好。老婆，哭了这么久，累坏了吧？喝点水润润嗓子。江澄姐，你在搞什么啊？刚才多好的机会，只要这个死肥婆消失，顾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我跟你说过，现在不是时候，葬礼刚刚结束。他如果现在摔下楼梯，我们会被怀疑的呀。一个瞎子失足摔下楼梯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江澄姐，你现在可以为了这个怀孕的死胖子，竟然指责我。你别忘了，当初那场车祸就是你一手造成的。闭嘴！看看这是什么？只要他在上面签了字，然后我们再找机会弄死他，到时候死无对证，他顾家的财产不自然而然到我们手里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那还要等多久？我一天都演不下去了，我现在就想让这个死肥婆赶紧从世界上消失。诗月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让什么东西消失？我们是想让跟集团作对的人消失。姐夫最近在谈一个合作，可能有人故意捣乱，给公司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真是辛苦你们了，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，也什么都帮不到你们。姐，谁说你帮不上忙了？现在就有一份保密协议，必须要你签字。对呀，老婆，这份协议呢，只有你签了才能生效。爸刚走，我们怕影响你的心情，所以没告诉你。老公，这份保密协议你看过了吗？我看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直接可以签。是啊，姐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赶紧签字吧，这样姐夫也好跟客户那边交代。既然你们都说没问题，那我就签了。死肥婆，终于上当了。这也是我为数不多可以帮到你们的地方了。老婆，累了吧？我扶你去休息啊，走吧。
这可是我特地为你这个肥婆买的毒药，只要你吃下去，神仙难救。姐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老公，怎么了？这个甜品上有个虫子，我帮你换一个啊。顾诗月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就要毒死他吗？我疯了？我看你才疯了。他已经签好资产转让协议了，这个死肥婆现在就是个累赘，你还要护着她？姑奶奶，他刚签完协议，如果出事情，我们肯定脱不开关系的呀。一个肥胖的瞎子，因为接受不了父亲去世的事实，在家服毒自尽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看是你心软，舍不得了。需要我再提醒一下，你都做过什么事吗？我用不着你来提醒我，但是做事要动点脑子。他一个有身孕的人，怎么敢服毒自尽呢？顾书欣今天必须死！如果你再拦着我，别怪我把你的事情都告诉他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姐，刚才是我没看清楚，这一块肯定干净，你尝尝。诗月，你给我买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块你最喜欢吃的甜点。没事吧，老婆？老公，我感觉很恶心，可能是晕吐了。老公，我的头好晕啊！怎么了？老婆？曾志杰，你干什么？只要这个肥婆死了，顾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闭嘴！病人应该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幸亏你们送来及时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。患者虽然无碍，但是肚子里的孩子没能保住。谢谢医生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非要送她来医院，这个死肥婆现在已经死了。我说什么来着啊？她肚子里有身孕，她怎么可能服药自尽呢？不过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我们再找机会杀她就行。那还不是怪你？要不是你把她的肚子搞大，我们的计划现在已经得逞。我如果不碰她，她会怀疑我的。我的心里一直都是你，没有你。只要这个肥婆死了，顾氏集团就是我们的了。我能看到了。我老公和妹妹竟然背叛了我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发现我能看到了。老公，诗月，你们在哪儿？又是你这个死肥婆，三番两次坏我好事。老婆，你醒了？我刚刚才醒，我这是在哪里呀？这是医院了。你刚才吃错东西晕倒了，我跟诗月都快担心死了。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晕倒？她肚子里有身孕，她怎么可能服药自尽呢？他们竟然想毒死我！老公，我的头
好晕啊！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你摔倒的时候撞了一下头，但是现在没什么事情了。是啊，姐，你突然晕倒，吓死我了。姐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。姐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。老婆，你眼睛能看见了？诗月，你说什么呀？我的眼睛能看到了，如果能看到就好了，那样的话就能帮到你们了。姐，你的眼睛真的看不见。反正我们现在在医院，不如我们叫医生来检查一下你的眼睛。不行，如果让医生做检查，我的眼睛恢复事情就会被他们发现。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看到他们搞在一起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老公，我不要检查。姐，你是在害怕吗？我不想再听到我没有办法再看见的事实，我也不想再回忆起那场车祸。老婆，虽然以前医生说你的眼睛看见的希望不大，但是说不定现在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。这样，我去找医生过来帮你看看啊。老公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看不见。难道他真的看不见？刚才是我的错觉吗？死肥婆，就先饶了你一次。江晨杰都去叫医生了，顾诗月竟然还在试探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？姐，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诗月，什么事情呀？你和姐夫的孩子没了。他竟然还在试探我！你说什么？我们的孩子没有了？会不会是医生弄错了？医生没有搞错，姐夫是怕你接受不了事实，所以不敢告诉你。陈杰的孩子，看这个肥婆的反应，好像还真不知道我和姐夫的关系。姐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医生都说了，你和姐夫还年轻，孩子以后还会再有的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我把孩子的事都告诉他了。老婆，孩子没了，我们可以再生嘛，但是身体快坏了就不好了。这样，医生现在已经来了，让他先给你看看眼睛如何啊？正常人看到物品掉落，眼睛会不受控制的看向掉落物品。坏了，他们肯定会发现我已经能看到了。病人的眼睛没有任何变化，看来他真的无法恢复了。我竟然控制住了我的眼睛，难道医生刚才是骗他们的？谢谢医生。病人还需要住院观察1天，两位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先不要打扰到病人休息了。老婆，你也不要太伤心，你的眼睛我们会想办法的。我和诗月还有事，我们先走了。过2天我们来接你啊，好吗？好。你说顾舒心那个肥婆真的看不见？昨天在医院的眼神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放心吧，不管他是真瞎还是装瞎，今晚就都是他的死期了。哦，
他今晚不在顾家，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机会。我已经安排杀手去了医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现在已经到病房门口。我们只需要等好消息就可以。今晚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打扰我们。你是今天为我做检查的医生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顾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探之。5年前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您资助了我一大笔，我可能现在还在露宿街头。您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。5年前，你是那个创业失败的医学生？没错。没想到短短5年，你已经成为这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了。没错，顾小姐，您知道今天自己是因为中毒才晕倒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知道想害我的人是我的老公和我的妹妹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我看了你的检测报告，知道有人想要害你，所以编了个谎话，帮你把他们都骗过去了。所以把我留在这里是你的意思？你跟他们回去太危险。我现在不在顾家，他们肯定会找机会杀了我。早就准备好了。不会死了吧？不会，只是让他睡一觉。这里面装的是高度氯化钾，一旦入人体，心脏就会迅速骤停。江晨杰、顾思月，你们好狠的心啊！我要复仇，你愿意帮我吗？乐意效劳。帮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我要减肥。你先在这住下吧，这里离顾氏集团很近，位置也很隐秘，不会被别人发现。我会定期给你送来生活物资和消息，按照我给你定制的减肥计划，1个月之内保证你脱胎换骨。麻烦你了。江晨杰、顾思月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顾小姐，江澄杰和顾诗月已经快要彻底掌握顾氏集团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江晨杰，顾诗月，我们是时候该好好算算这笔账。姐夫，我们已经成功拿下江城第1集团的合作，现在那些老东西肯定已经对你刮目相看了。等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，我就把你姐的遇害的消息公布出去。
到时候有了这些股东的支持，再加上你姐签署的那些文件，我氏集团我自然就能实现。他们已经来了，我去旁边等你。江总，好久不见。顾总，顾诗月喝下去了。很好，按原计划行事。江总，顾小姐找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失陪一下。顾总已经1个月没露面了，张成杰还给自己准备这场庆功宴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江成杰一没能力，二没资历，现在谈下了和星宇的合作，摆这么一场能干嘛呀？显摆喽！谁不知道这个合作是顾总之前早就谈好了，只是顾总出了些意外，才被搁置起来了。他还是借了顾总的光，才趁机捡了个现成的便宜啊！姐夫，我的头好像有点晕，你扶我去休息室好吗？好的，去。哎，诗月，姐夫，你最近光顾着打理公司，都没空陪我了。这不外面那么多人呢吗？十月，你别哎，这样比较好。他们进休息室了，把人带过去。明白。江晨杰，不是你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身败名裂。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开始？是啊，哎，他不会是过来耍我们的吧？你们是找江总吗？我刚才看到江总和顾小姐往休息室那边去了。休息室？他们去休息室做什么？你带我们过去看看。十月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放心吧，他们看不见的。好漂亮！你在咱们公司见过她吗？没见过，她不是我们公司的吧？如果我们公司有这么漂亮的美女，我怎么可能会不认识呢？别看了，快跟我去休息室，听说那里有大瓜。大瓜，走走走。我到了。好，
你们干什么呢？出去！出去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看什么看？你们还想不想被顾氏集团混了？都别拍了！江澄杰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竟然和顾总的妹妹搞在一起！你们这样做对得起顾总吗？顾总一手扶持江总到这个位置，现在江总出轨了，出轨对象居然还是顾总妹妹，陆总知道该多伤心啊！顾总失明之后，江总对他不离不弃。本以为江总真心爱着顾总，没想到他都是装出来的。闭嘴吧！那这哪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啊？江澄杰，我们一定会将这件事情告诉顾总的，到时候你自己去跟顾总解释。解释？顾书欣已经死了，我解释什么呀？胡说八道！顾总要是有事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顾书欣1个月前已经遇害，我不告知这个消息是因为怕公司受到影响。这是顾总生前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，我是顾书欣的丈夫，顾氏集团以后就由我全权负责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签过这样的协议呢？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我签过这样的协议呢？You keep calling me a psycho. Got it in my head, careful what you say. You made me a psycho, a psycho. 怎么没死啊？你不是说杀手先把他给杀了吗？小点声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这1个月去哪儿了？我和诗月找你找的可苦了。老总，之前爸走了，我实在是承受不住，就出去散散心了，顺便控制了下体重。我怕你们担心我，所以才没联系你们。他是顾总，现在的他和之前对比，简直判若两人啊！顾总刚经历了父亲离世，现在老婆又当着众人的面给顾总戴绿帽子，顾总也太惨了吧！顾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听说你们要办庆功宴，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。哎，对了，是什么庆功宴？庆功宴，顾总，江总把您之前和星宇集团谈成的项目又搬了出来，当做他自己的功劳，这是他自己在要功呢。是啊，顾总，他还在公司和你妹妹搞在一起，我们大伙可都看见了呀。老婆，大家别误会了，我们和星宇的合作，之前陈杰也帮了不少的忙。至于他和诗月，他们的感情比较好，举止难免轻蔑了些，大家误解了。他们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。顾总也太善良了吧！这都能原谅吗？老婆，我就知道我老婆最相信我。老婆，你能回来，我真是太感谢了。是啊，姐，你能回来就好，我们都可想你了。顾总啊，这件事你可以原谅，那他们伪造资产转让协议，想要霸占顾氏集团，这件事总不能当作没发生吧？什么？老婆，你不要信他的话，我从来没做过这件事情。陈杰和诗月的为人我是最清楚的，他们俩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大家想的这样。顾总，这协议可是江澄杰亲手拿出来的，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呀。对，是啊，对，老婆，他这绝对是在离间我们，他们想趁机夺权呀。顾总，你千万不能相信江澄杰的鬼话呀！各位股东对集团的忠诚我看在眼里。至于诗月跟陈杰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公司多亏了有他们打理。我相信这件事情是个误会。现在我回来了，公司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。老婆，
公司业务繁重，你身体吃不消的。是啊，姐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重身体。姐夫对于管理公司业务这一块已经很熟练了，公司还是交给姐夫大的。我看江总就是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力交还给顾总。顾总之前在的时候，公司业绩可比现在好多了。没错，要不是顾总留下来的老员工撑着，公司早就乱套了。老公，爸把公司交还给我，如果我现在做甩手掌柜的话，就辜负了爸对我的信任。你也不想爸的在天之灵会不开心吧？那老婆既然如此，这公司还是交给你打理吧。太好了，老公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反对的。我擅自离开了1个月，让你不开心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，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要一辆车吗？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法拉利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老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最新款法拉利，江总真让人羡慕，把公司搞得一团糟，还能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。老公，你不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新礼物吗？还是说你是希望我把钱直接转到你的卡上？江总这软饭吃的可真硬气，顾总不在的时候和自己的小姨子搞在一起，现在顾总回来还要买礼物给他安慰。老婆，这礼物我喜欢，但是太贵重了，我还是不收了吧。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先去把庆功宴开完吧。陈杰，你这是让我站在中间了吗？这可怎么行啊？今天可是你的庆功宴啊！不用了，老婆，你能回来就是公司最大的大事。我今天有点累，我出去活动一下。姐，我们开始吧。又怎么了？诗月，我消失了这么久，是对集团的不负责任。我想先向众人敬一杯酒，表达我的歉意。姐，你可是集团的董事长，怎么会有人怪你呢？正因为我是集团的董事长，更应该以身作则。服务员。姐，酒来了。诗月，你没事吧？诗月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一回来就把陈杰庆功宴搞得一团糟，我是不是回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姐，你眼睛又看不见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而且，现在你能平安回来才是最大的事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各位，你们不用再去麻烦江总为你们解决问题了，因为从今天起，公司的一切决定都由我做主。十月，他为什么没死，而且还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第2次去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失了，而且杀手也告诉我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怎么知道他能骗我？他现在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收回你的职权，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？就因为我是被收养的，所以处处就要低他一头是吗？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我们再找机会除掉他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么大呼小叫的有什么用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到手的集团就这样飞了，你要我怎么冷静得下来？顾舒心这次回来变漂亮了，有女人味了，你不会是想和她重归于好，继续生活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能！你胡说什么？江成杰，你现在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们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如果船翻了，谁也别想活。十月啊，你听我说，他现在刚回来，我们不能动手。
等我们重新拿回公司的控制权，再对他下手也不迟啊。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，真的会把公司的股权再交给你吗？他一个瞎子，拿什么跟我们斗？他能依靠的只有我们2个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一个瞎子怎么管理公司？他能依靠谁？他只能靠我们，只能靠我们帮他整理文件，帮他处理事务。等我们重新赢回他的信任，让他离不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依赖，公司的控制权迟早要回到你们手里。可是他真的还会再相信我们？他爸可刚死，他最受不了被别人抛弃。只要我们给足他足够的安全感，让他觉得我们是他唯一的依靠，他就不得不信任我们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江晨杰、顾诗月，既然你们不打算对我动手，那我就来帮帮你。老婆，累了吧？我送你回家休息。好啊，老公，我刚好有点累了。姐、姐夫，你们回来了。先坐吧。姐，你这段时间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和姐夫都担心得很，到处找你。诗月，对不起，是姐不好，爸走了，孩子没了，我一个人实在受不了，所以独自出去散心去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让你们担心了。老婆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我们找不到你有多害怕、多担心吗？江晨杰、顾诗月，你们现在的样子还真是让人恶心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太任性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。姐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你人能回来就行。对了，姐，你这1个月瘦了这么多，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我专门给你炖了滋补的鸡汤，现在就去给你盛一碗。鸡汤？顾诗月，你还是沉不住气，现在就准备对我动手了吗？顾诗月在搞什么啊？不是说好了先不动手吗？姐，我喂你。如果现在拒绝，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可是如果顾诗月真在里面下了药，姐，我喂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，老公？没什么，这个鸡汤刚盛出来，可能有点烫，我替你吹一下啊。谢谢老公。顾诗月，你疯了吗？啊，你往鸡汤里放什么？不是说好不动手的吗？江晨杰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那个瞎子？我只是怕他现在出事，我们脱不开关系啊。你放心，那就是碗普通的鸡汤，我什么也没放。真的？不然呢？他没下毒。啊，老婆，可以了，尝一口。谢谢老公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顾诗月，你敢骗我？你到底放了什么啊？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如果有事，我们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。江澄杰，你怀疑我？我怀疑你怎么了？啊？要不是你，他能这样？
他能这样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他有事情，我们被人查，老子第一个把你供出去，我们谁也别想好过。希望你们喜欢我送给你们的礼物。说，你在这鸡汤里动了什么手脚？我没有。没有，他为什么会昏迷不醒？老公，诗月，你们在吗？老婆，你醒了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好像是有点头晕，可能刚刚是有点低血糖了吧？低血糖？啊，那老婆你先休息，我去和诗月给你准备一些补品啊。谢谢老公。诗月，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江澄杰，你刚才想掐死我，为了这个瞎子，你要杀了我。诗月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真的是太着急了。他喝了你的鸡汤就晕倒了，我是担心这件事情你受到牵连，会给你带来危险。你担心我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刚刚那个瞎子昏迷的时候你有多紧张？你再想想你是怎么对我的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说，你在这鸡汤里动了什么手脚？这就是你说的担心我。诗月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是怕我们的计划败露，你真的要相信我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老公，诗月，你们在吗？老婆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老婆，老公，你能陪陪我吗？好啊。诗月，你姐身子这么虚弱，就盛一碗鸡汤灌进去啊。谢谢老公，老公真贴心。老公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啊，没事，老师，我什么都做不好。没事，老婆，没事，这洒了点水而已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啊。老公，我摸到你衣服都湿了，你要不把衣服脱下来吧，这样会感冒的。老婆，不用了，老婆，就洒了点水，我自己处理就行了。你躺下休息吧，啊。舒心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把我当下人使唤！等我们彻底掌控了公司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。老公，我摸到你衣服都湿了，你要不把衣服脱下来吧？肯定是我想多了。他一个瞎子怎么可能跟我比？江澄杰肯定不会背叛我。是诗月吗？什么声音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姐，我就是不小心把碗摔碎了。你们继续。诗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婆，诗月应该是误会我们了，我出去看看，等我啊。诗月，你站住！你听我解释，你误会我们了。误会？江澄杰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我都看见了，你衣服都脱了，孤男寡女深更半夜共处一室，你告诉我这是误会？我跟你解释过了，他不小心把水洒在我衣服上，我换衣服而已。江澄杰，
你就是看他现在瘦了，有点姿色，心痒了是吧？难道你忘了他以前是个什么样子？你忘了我们是怎么计划要弄死他的了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对他只有利用。刚才那就是个意外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计划。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呢？大局观？你的大局观就是陪他睡觉，重温旧梦。江晨杰，我受够了！你要是动不了手，我自己现在就是捅死你个贱人，大家一起完蛋！疯的！你打我，为了他你打我！我打你是让你清醒一点啊！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嘛！不要因为你的愚蠢毁了我们的计划呀！计划！你满脑子都是计划，你根本就不在意我。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嘛！汉之，麻烦你继续帮我盯着监控吧。十月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我肯定不会让人失望的。啊！老公，诗月，你们在吵架吗？我好害怕。老婆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的老公他有话对你说，是不是啊，姐？你现在就证明给我看，证明你的心里只有我。老公，你找我什么事情啊？老婆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老公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老婆，你等一下，没事啊，等我一下。别费力气了，你们起不来了。你能看见？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我能看见了，是不是很惊喜？不可能，医生说了，你的视力不可能恢复的。这件事情还要多亏了你们，要不是你们给我下毒，我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复明了。不可能，我们在医院让医生给你检查过了，你的眼睛明明没有变化，医生也说你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。他骗了我们，那个医生骗了我们。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在鸡汤里面下了点猛料。你们的命现在掌握在我手里。你们的命现在掌握在我手里，不过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，你们短时间内不会死，但你们也别想着杀我，因为只有我知道解药在哪儿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在病房缠绵的时候，我就醒了。不是的，书谦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这也是误会吗？江晨杰，你刚刚拿着刀是想刺向我吧？这也是误会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他逼我的，都是十月他逼我的，他威胁我才这么做的呀。那医院的杀手也是误会吗？说吧，把你们俩知道的、做过的、一五一十的给我说出来，否则我不敢保证你们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这儿。
顾书欣，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！我凭什么相信你给我们喂的是毒药？不信，那我们就试试，看看你们俩半个小时之后能不能站得起来。我说，你别拍老婆，我都说是诗月逼我的，都是他逼我的，刀也是他给我的，是他想害你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江澄杰，你给我闭嘴！江澄杰，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叛徒，明明是你想要顾家的财产才找我合作的。老婆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你忘了吧？刚才他要喂你鸡汤的时候，我怕那个汤里有毒，我都拦着没有让他喂你，你忘了吧？老公，原来你这么爱我呀！我当然爱你了，我是真的很担心。你刚才昏迷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江澄杰，你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我死了之后你被人盯上呀？我刚刚根本就没有，你们的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装的，你一直都在骗我们。不装晕，我怎么能听见这么精彩的对话呢？你们还真是好骗呀！我随便勾勾手指，你们就上钩了。你们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顾书欣吗？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，等的就是你们原形毕露的这一刻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局。现在你们知道了，晚了。我现在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是说还是不说？我说，我全都说。我把他这些年做的破事，我全给你说清楚。老婆，你记得父亲葬礼的那天吗？他要带你出去散步，记得吗？记得。怎么了？他根本不想带你出去散步，他想把你从楼梯上推下去。姐，江澄杰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，他在骗你，你不能相信他。不对，老婆，你听我讲，当时他没有得逞，他还往你的甜点里下毒，是我带你去医院的，你忘了吗？江澄杰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姐，你当时在医院遇到的杀手就是他找来的，他还骗你签下资产转让协议，就是为了霸占顾氏集团。说，接着说。是他威胁我这么做的，他告诉我只要跟他联手，只要等你死了，那顾家的财产就是我们的了，是他的主意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你先垂涎顾家资产，你还说顾淑欣这个肥婆根本就配不上你，才找到我。姐，你应该看得出来的，江澄杰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爱的只有顾家的资产和地位。老婆，我再跟你说个事情，你觉得爸是正常死亡的吗？你不觉得爸死得很蹊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觉得爸死得很蹊跷吗？爸虽然一直昏迷不醒，但确实不可能死得这么快。江澄杰，你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都是他害的，他偷偷换了爸的药，他就是杀害爸的真凶啊！顾诗月，原来是你害死了爸。姐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可以告诉你当年车祸的真相。你是说害爸昏迷不醒，害得我双目失明的那场车祸吗？没错，只要你把解药告诉我，我可以告诉你当年车祸的真正原因。你的意思是那场车祸它不是意外？当然不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必须要把解药给我。当然不是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必须要把解药给我。顾诗月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姐，我真的知道真相，只要你把解药给我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威胁我？顾诗月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可以调查清楚当年事情的真相。要是你说了，我可以考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我说当年的车祸根本就不是意外，是他在车上做了手脚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，是他呀，不是我。够了！江澄杰、顾诗月，我爸他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吗？对我们好吗，顾书欣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爸这些年怎么对我们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江澄杰，你什么意思？江澄杰，你说我爸对你不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好？他把你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，一步一步提拔成了顾氏集团的副总，这叫不好？副总，你醒醒吧！那就是个空头衔，公司里谁不知道我就是个摆设？真正的实权永远在你手里，在你爸手里。你根本就不知道爸这么做的真实目的。我天天我当牛做马，我谈下的项目，我熬过的夜，我所有得到的成果，全部被算在了你们家头上。我就是你们家一个赘婿，我是你们顾家的一条狗，这就是你所说的目的。所以你恨。所以你联合顾诗月一起要害我爸，要害我，
要夺走顾家的一切。不然呢？我等你们给我试试啊！你爸之前就告诉过我说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把总裁的位置给我。结果呢，他把总裁的给了你，我就想不明白，我哪点不如你啊？那是因为公司内部盘根错节，你性子又急，手段又狠，爸怕你坐不稳那个位子，想多磨练你几年。磨练，好磨练。顾舒心啊，什么是磨练？给你们家端茶倒水是磨练，还是给你们家按摩捶腿是磨练？我每天我出去陪客户，我喝到胃出血，那是磨练吗？我就跟你们家的佣人一样。端茶倒水是为了让你学会放下身段，懂得人情冷暖；陪客户是为了让你累积人脉，懂得商业规则。爸都是为你好。够了！他要真为我好，他遗嘱里1半的遗嘱全都是给你的，为什么没有我的？我告诉你，在他眼里，我从来就是个外人。公司之所以由我掌管，是因为只有我才能够稳住顾家的根基。至于你，爸给你留了公司15%的干股，还有你最喜欢郊外的那栋庄园，这些你都不知道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从来没跟我讲。他没说，因为他总说好东西要留到最后。可惜啊，他等不到亲口和你说的那一天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真的看好我当年提出来的那个项目，他为什么要否决？新能源项目啊，一本万利，他就是尸骨无化，就是个老古董。那是因为那个公司的新能源专利项目有问题，那个公司一直在打官司。一旦败诉，投入的几十亿将会全部打水漂。爸没告诉你，是怕打击你的自信心，所以他才扛下压力否决了这一切。这不可能，你少骗我！我告诉你，我专门找人调查过，你少为你爹开脱。江晨杰，你总是这样，把好心当成施舍，把苛责当成迫害。够了！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外人怎么说我的吗？都说我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表面上风光无限，背地里没人看得起我。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们顾家。那个老东西，如果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，那为什么不只我一个人想让他死呢？说完了吗，顾舒心？好一副父慈女孝、用心良苦的感人场面。顾舒心，你爸要是知道你把他洗得这么白，九泉之下都会笑出声。顾诗月，你可以恨我，可以恨江晨杰，但是你没资格诋毁我爸。他待你如同亲生女儿，给你最好的生活，供你读书，让你进公司接触事务，你没资格这么说他。亲生女儿，顾舒心，你就是一个一直被蒙骗在鼓里的瞎子。你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吗？你是说苏伯伯？他不是突发疾病去世的吗？为此，我爸还难过了很久。突发疾病，他也会难过。我爸根本就不是病死的，他是被顾晨凯这个老东西给逼死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！我告诉你，顾舒心，顾晨凯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，是他窃取了我爸的研究成果，是他亲手害死了我爸。不是这样的，你闭嘴！顾氏集团最初的成功，靠的就是我爸没日没夜研发的核心技术。可顾晨凯呢？他骗我爸签了一份含糊的文件，转头就把我爸踢出了公司。苏浩远是我爸最好的兄弟，爸不会这样做，你根本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兄弟？什么兄弟？他就是个只会吸血的强盗。他怕事情败露，假惺惺收养，就是为了堵住集团众人的嘴，装出一副重情重义的样子。你错了，我爸收养你，是因为你是苏叔叔临终前唯一的嘱托。他对你视如己出，给你的吃穿用度、教育资源，哪一点比我差？那是他心虚，是演戏给所有人看。他对我好，对我好会防着我进公司高层，对我好会处处提醒我只是个养女。那是为了保护你。商场如战场，他不想让你过早的进入这么肮脏的斗争中。保护？顾舒心，你被他洗脑的太彻底。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替我爸报仇，就是为了拿回属于我们苏家的一切。所以这就是你害死我爸的理由，这就是你恩将仇报的借口吗？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我要让你也尝尝至亲在眼前消逝的痛苦，就像我当年
你现在感觉如何？被你最信任的丈夫和妹妹联手背叛自我，不好受吗？顾诗月，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父亲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坚持的真相一直都是错的？错？你还想替他狡辩什么？事实就摆在这里。我爸当年一直不让我告诉你，是怕你承受不住。今天我就把你爸去世的真正原因告诉你。你自己看吧，这里面有你想知道的全部真相。顾书欣，你还想耍什么把戏？你以为弄这么一份破文件就能替你父亲洗白？洗白？顾诗月，你恨了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恨错了人？恨错了人？顾书欣，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。我爸就是被顾成凯给害死的，他窃取了我爸的研究成果，是他把我爸赶出公司，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。顾书欣，你也没想到你口中的好父亲的真实面貌是这样的呢。顾诗月，你既然这么坚信自己相信的一直都是对的，那你怎么不打开看看？还是说你不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你就打开看看。这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爸的死和我爸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俩是最好的合作伙伴，我爸根本就没有理由要害死他。怎么会这样？顾书欣，你以为弄这么一份假文件就能替你父亲洗白？这里面都是假的，都是顾成凯为了掩盖事实故意捏造的。顾诗月，你清醒一点，你爸爸苏浩远的死和我爸爸没有任何关系，这里面的证据就是事实。没有关系，顾氏集团现在使用的系统就是我爸当年研发的，可是整个顾氏集团连我爸的一席之地都没有，你还敢说我爸不是被你爸陷害的？现在公司用的系统是我爸和你爸一起研发的，我爸从来都没有过独占的念头。一起研发？顾书欣，你真是被你爸骗得团团转。谁都知道，当年是我爸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熬出来的成果。可顾成凯呢？他只是出了一点小钱，就想占走一大半股份，这公平吗？诗月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说这些无非就是想让你心软。这没你说话的份。顾诗月，你说我爸抢了你爸的成果，整个系统都是你爸一个人研发的。好，那你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专利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爸的名字，这就是证据。顾成凯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偷。专利？那你有没有看过专利申请的日期？什么日期？那份专利是在你父亲去世3个月之后才正式提交申请的，是我父亲去办的。专利署名是你父亲的名字，是我爸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，他从来都没有下过独占。顾书欣，你少在这儿胡说，肯定是因为你爸心虚，才在专利书上写着我爸的名字。我有没有胡说？你可以自己去查。我爸这么多年实验室的工作日志都没有扔掉，你恨了他这么多年，都不肯亲口问他一句吗？你从来都不清楚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顾成凯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他自私虚伪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什么都能做。好。既然他那么自私，那他当初为什么要认下你？当然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为了显得自己重情重义。掩人耳目？顾诗月，你清醒一点吧！现在证据都摆在脸上了，你还不肯相信？可是顾成凯用合同骗我爸签字，把他赶出公司，这就是事实。谁都知道，我爸当时签了字之后就离开了公司。如果不是你爸逼得这么紧，他不会这么早走。你说的是这份股权转让书吗？没错，顾成凯这个小人骗我爸在合同上签了字，就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股份。那你知不知道，这份股权转让书是你爸主动要求签署？你说什么？苏伯伯不是被我爸逼死的，苏伯伯的真正死因是为爱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
当年苏伯伯在医院检查出胃癌晚期，他没有告诉你，是怕你承受不住，是怕你年纪太小，经历不了生离死别。我爸爸是他唯一信任的人，这是当时的医疗诊断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签的那份股权转让书，不是被逼，而是自愿签署的。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而你当时年纪实在太小，没有能力承担那么大一笔股权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这个人会是顾成凯？因为我爸是他最信任的兄弟，他把股权暂时转到我爸名下，我爸可以代替他，陪着你，守护你长大。等你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，再把股权转回你名下。诗月，这些都是造假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如果顾成海真的这么好心，为什么那么多年前不说呢？因为爸爸答应过苏伯伯，除非诗月自己有能力接管，否则绝不轻易转回。这么多年，爸爸他一直在等诗月成熟，等他能够独当一面。现在公司的股东席位上一共有4个位置，空缺的那个就是苏伯伯的。这么多年，爸他从来没有动过里面的任何一笔股份。当初有人找他高价购买，他都没有接受。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告诉你，顾诗月，你扪心自问，那时候你会信吗？爸不止一次的想找你谈谈心，可你呢，把他的关心当作虚伪，把他的每一句话都解读成别有用心。你困在仇恨里，拒绝听他的所有解释。够了，顾主席，收起你的假思维。谁知道这个文件是不是你伪造的啊？江晨杰，我们的账一会儿算。你知道爸临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他说你要好好的照顾诗月，诗月年纪还小，你要对她多一些包容。爸躺在病床上呼吸困难的时候，都还在担心着你，担心着你这个一心只想要他命的养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每次应酬爸都要陪你去？那当然是因为他不信任我。不信任你？不信任你，为什么每次都让你跟着去呢？爸是在保护你呀。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那些职场老手的对手？爸说你聪明有野心，但就是性子太急，容易被人利用。他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到大家面前，而不是以顾家养女的身份，是以苏诗月的身份。诗月，别信的，他都是编的。编？江晨杰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一样满脑子都是算计吗？爸留给你的股份市值超过了3个亿，爸一直在等你能够有一天平心静气地坐下来，能够好好听他解释清楚以前的事情。但是你等不了了，你连问都不问，你就给他判了死刑。我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你只知道恨。你恨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，你恨他为什么不像你想象中一样对你那么坏。顾诗月，你恨的根本不是他，你恨的是你自己。你觉得爸虚伪，我告诉你，虚伪的人是你自己。你一边享受着顾家给你的一切，一边在心里骂他是个强盗，一边跟江晨杰联合起来要弄死他的女儿。别说，我求你别说了，我偏要说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你的亲生父亲报仇，可是你连调查清楚谁是真正杀死你父亲的凶手都不愿意，你宁愿听信外面那些人的谣言，都不愿意听信一个养了你10几年、待你如亲生女儿的人。苏伯伯走之前收的就只剩一把骨头了。他和爸爸说一定要照顾好你，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，而你呢？你合同这个人渣一起害死了爸，
爸留给你的爱和信任，全部都踩在脚下。顾世玉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挑拨离间。挑拨离间？江澄杰，诗月对你来说不过是一把刀，一把捅向顾家，一把捅向我的刀。不过有一天他对你没有用了，你会怎么对他呢？爸爸到死都在为你铺路，而你呢？你走的什么路？一条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的不归路。我真的错了，一句错了就能抵消掉你做的所有一切吗？爸死了，是被你亲手换的药给害死的。顾时月，你不配爸爸对你这么好，你不配姓顾，你更不配做所有人的女儿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你这么多年来的恨，到底值不值得？别听他的，他在离间我们呀。我真的不知道，爸他一直在为我做打算。诗月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他爸如果真的对你那么好，早就应该告诉你了，偏偏要等到现在嘛。不，姐没有骗我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是我不愿去看，不愿去信。诗月，就算这个文件是真的，能代表什么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你现在如果要反悔的话，你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！顾时月，你好好睁开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你选的人，在你有价值的时候对你甜言蜜语，在你动摇的时候对你威逼利诱。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正常的伴侣，而是把你当成一个工具。诗月，你不是说你也恨他，不是说要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吗？属于我们的一切，江澄杰，你真的有考虑过结束之后和我共享这一切吗？还是像姐说的，我只是一把捅向顾家的刀？诗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我们一路走来，经历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对你的感情怎么可能有假？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江澄杰，你的未来蓝图里恐怕只有你自己。舒心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挑拨离间。我是不是血口喷人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诗月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共同计划。诗月，要是你现在还相信他的话，那你就真的无可救药了。姐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他的。我手里有他对汽车动手脚的视频，还有他和杀手的聊天记录，或许会对你有帮助。你竟然敢留我的证据，我对你掏心掏肺的，你这么回报我吗？掏心掏肺？江澄杰，你根本就不配说这句话。我不过是你实现野心的工具吧。好，很好。你以为你把证据给他，你就能洗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俩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你不要忘了，他的爸爸是你换药杀死的，也是你在甜品里下的毒，你的双手沾的鲜血不比我少。诗月，要是你现在回头，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他不一样，他回不了头了，你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顾舒心，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江澄杰，你想干什么？解药在哪儿？说，不是我弄死你。根本就没有什么解药，我不过是在鸡汤里面放了点麻醉药而已。他妈的，你敢耍我？要怪就只能怪你们太蠢了。江澄杰，你快把我姐放了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试试啊！啊！顾诗月，你们两个还想联合把我弄进去？做梦！江澄杰，你把刀放下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收手？收手？你觉得我收手，你们会放过我吗？啊！顾诗月，把你手上的证据全部毁掉，否则……你别伤害我姐，我现在的神。你现在可以把我姐放了。放了她？我还没有得到顾氏集团，我为什么要放了她？你做梦！我是不可能把顾氏集团给你的。顾舒心，你好像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，我随时都能要你的命啊！好，江澄杰，我把顾氏集团给你，
江晨杰，我把顾氏集团给你，但你是不是要先把我给放开呀？把你放了，顾书欣，你当我傻吗？动动嘴谁不会啊？那你想要怎么样？你现在去办公室的抽屉里把资产转让协议拿过来。你居然背着我准备了新的资产转移协议，那都是你逼的。江晨杰，你别乱来。别废话了，快去。好，我去拿，但你保证我把协议拿过来签了字，你就立马放我去。少废话，快去！老婆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是赢了。你爹看不起我，你也看不起我，你们父女俩骨子里都有那种令人作呕的优越感。江晨杰，没想到到今天为止，你还是这样的自卑。看不起你的从来都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。住口！你懂什么啊？你生来什么都有，而我呢？我拼尽全力才走到今天，你们给了我什么？施舍，高高在上的施舍，我受够了。你要的东西我拿过来了。打开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放在桌子上。签，现在就签，别想说好这。江晨杰，就算我把顾氏集团给你，你也拿不稳。那用不着你操心。签，我不想再说第3遍，马上签。顾氏集团马上就是我的。江晨杰，字我已经签了，你现在可以把我给放了吧？对，江晨杰，你快把我姐给放了。放了？顾氏集团现在已经是我的了，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。江晨杰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言而无信。言而无信怎么了？我什么时候答应签了字就把他放了？江晨杰，你真的以为你杀了我，你就能坐稳顾氏集团了吗？舒心，你现在还是担心你自己啊？江晨杰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江晨杰，放开顾总。哦，原来是你呀！你不就是1个月前给顾淑欣做检查的那个医生吗？在宴会厅让我去找顾诗月的那个人也是你吧？江晨杰，你快把刀放下！你这是持刀胁迫、故意杀人未遂，这些罪名加起来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！完了！我他妈早就完了！我从跟顾诗月联手的那天，我就没想过回头，只是我没想到啊，我竟然能被你们几个人给算计了。江晨杰，你总觉得别人在算计你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别人向你付出真心的时候，是你亲手把他推开的？真心，顾淑欣，你少在这装高尚！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在我手里，我还没死。就算你把我杀了又怎样？他们还是会把你炸。江晨杰，你输了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逼的。江晨杰，你现在把刀放下。闭嘴！你少给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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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等我处理完这个烂摊子，再去医院也不迟。顾世欣，你赢了，你满意了啊？江晨杰，你真的很让我失望，很让爸失望。当初的那场车祸怎么没害死你啊？你就该和顾晨凯那个老东西一起死在车祸里，这样顾氏集团早就会落入我的手里了。执迷不悟。探知，麻烦你帮我把他带回禁区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他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是我害死了爸，也差点害死你。我根本就不配叫你姐。诗月，你现在还恨爸吗？不恨了，是我自己太蠢，根本就没有调查清楚，就觉得是爸的问题。诗月，去自首吧，把你知道的都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，配合调查。
或许这样，你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姐，谢谢你愿意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配合调查的。爸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江晨杰被我送进了监狱，估计不会再出来了。我给了诗月一次机会，我相信他不会让我失望。顾氏集团我守住了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而且我找到自己新的依靠，他对我很好，我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欺负了。